一块大石头。爷爷修建了一个小菜园，他除草松土，种菜苗，引来山泉水，围上竹篱笆。这个菜园太棒了，除了菜园里那块大石头，爷爷围着石头转了好几圈，上看看，下看看。爷爷拿起铁锹挖了挖，埋在土里的石头一定大得像汽车，种菜时绕开它就好了。奶奶要给菜苗来浇水，讨厌的大石头差点绊倒它。奶奶围着石头转了好几圈，左看看，右看看。奶奶拿起铁锹挖了挖，埋在土里的石头一定大得像房子，走路时跨过它就好了。爸爸要给菜苗来修剪，讨厌的大石头绊了他一个大跟头。爸爸围着石头转了好几圈，这儿摸摸，那儿摸摸。爸爸拿起铁锹挖了挖，埋在土里的石头一定大得像飞机，还是让它待在那里吧。妈妈怕两个儿子也像爸爸一样被绊倒，便来到菜园，围着石头转了好几圈，这儿敲敲，那儿敲敲。妈妈拿起铁锹挖了挖，埋在土里的石头一定大得像座山，两个孩子不要进菜园就好了。这块讨厌的大石头就一直待在爷爷的菜园里。有一天，哥哥和弟弟来到菜园，看见了这块大石头。我们一起来搬走大石头吧。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都说，还是算了吧，埋在土里的石头一定大得像汽车，一定大得像房子，一定大得像飞机，一定大得像座山。哥哥和弟弟没理会，拿起铁锹开始挖。才一个下午，在爷爷、奶奶、爸爸妈妈的帮助下，哥哥和弟弟就挖出了大石头。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爷爷的菜园终于没有讨厌的大石头了。知识点：盲人摸象。有一天，5个盲人听说城里来了一头大象，他们想知道它的样子，就上前去摸。摸到象牙的说，大象像一根棍子；摸到耳朵的说，大象像一把蒲扇；摸到腿的说，大象像一根柱子；摸到肚子的说，你们都错了，大象像一堵墙。最后一个抓到象尾巴的却说，它像根绳子。究竟谁说的对呢？其实他们谁也没有说对，这就是成语盲人摸象的故事了。若只凭局部的了解和经验进行猜测，就不能知晓真相。